各位朋友，大家好！在温哥华呢，建后巷屋啊 ，Linway House 是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今天呢，我和大家呢就要分享一下在温哥华建后巷屋的这个过程，以及建好以后的这个效果。那么下面有请我的朋友Caron 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你好，大家好。好，我们去看看你建的这个后巷屋的项目，好的，好不好？这个位置的地有多大？这个房子？这个地块是一个 corner lot， 它的面积是3500多尺。好嘞。这个就是老的那一块是吧？老的建筑。等于这边有个主屋的部分，然后地下室是分开出租的，对不对？对。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呢，就是这个是吧？温哥华的这个后巷屋的容积率是0.16，然后再加上楼梯的面积和储藏室的面积大致是70尺，所以它这个算出我们把每一尺都用上了，所以可以造到630尺。哦，这样子，然后是2层，是不是？2层，下面是厨房和厅，还有一个卧室，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啊。好的。车位也是给这个后巷屋配的，就是后巷屋的设计要强制要求要提供个室外的车位的。对。好，我们先看看外面吧。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外墙呢，我们用的是天然的 limestone。OK。在这个 limestone 表面呢，我们做了 sealer， 做防水的保护。我们进去看一看。目前已经是打扫干净了啊。对，这个现在已经处于准备出租的状态啊。这个玻璃门不错啊，你看。对，这个一个玻璃门，他们建筑师设计的时候呢，是考虑的和主屋中间那个院子可以大家共享。对，那这个可能成本也不便宜啊。对，相对普通小窗子当然是。是的，这边呢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操作台，然后对不对？这里有一个高的 ceiling 的一个抽油烟机。这个是电磁炉吗？电磁炉，这是电磁炉。对 ，OK。烤箱，然后这个 island 的侧面还有微波炉。哦，这个空间利用的很好，就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考虑到了。对吧？收纳空间跟操作界面，这个整体设计的很不错。这里有个小小的洗手间啊。好，进来瞧一下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卫生间呢，比较小巧，但是功能都很齐全。我们通常在做这个后巷屋的时候啊，一般这个取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一般我们为了节约成本，一般都是用 baseboard heat， 用电热的 baseboard heat， 那就是这种是吧？最传统的方式。对。我们这个还装了 Lennox 的空调，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在后巷屋里面加空调也成为一个很需要的一个一个必须的一个配置了，对吧？对。那这边是洗衣房。这个是洗衣房。洗衣机和烘干机。对。好，我们再进来。房间，这是一个1层的一个 bedroom， 也够小的，但是好像也都够用。对，够用。那这个床是 queen size 的床吗？这是 queen size 的床。queen size 的床，所以其实也还够用。那这边还有一个储物柜，是吧？这个就是外面这个汽车的这个车位。好。那我们去楼上参观一下。好。1楼的层高有多少？是9尺高。9尺高的层高啊。那2层呢？2层好像是8尺4。8尺4。OK， 那我们上楼看看。这个是2层的房间，正好跟1层是在同一个位置，是吧？对。有窗。然后这个好像比较有特色啊，这是门还是窗？这实际上是一个门，但是它设计师和屋主他们想做出一个法式阳台的一个形式，就是和这个后面是有个交流。对。但是这边还是用玻璃栏杆把它拦住了。
对，因为是没有框子，所以就不影响这个这里的玻璃栏杆。对，那这里有一个 skylight 是不是？这个楼梯和上面的 hallway 呢，因为有很多的窗，有天窗，还有侧窗，就是一个是这个空间非常的亮堂，第二而且很有现代感。对，好，我们看一看，从这儿就是楼梯下去。房子虽然小，但是功能都很齐全，而且这空间那里不觉得很拥挤。这是一个很小的卫生间，还有浴室是吧？啊，你把灯打开我看看。啊，这里还有一个浴室，小但是都能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这个是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对，啊，这个露台挺好。这个长方形的这个露台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和主屋这边交流，然后对，它有一个室外的空间，对吧？吃早餐啊，看看书啊。哦，对，你看这棵树也挺好，你看。还有一个枇杷树。哇，枇杷，很大的枇杷树。你看，它结了枇杷，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住在这儿，这个可是真有枇杷啊，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就是主建筑，楼上是一个 unit， 楼上2层是一个单元出租。对，楼下这个 basement 也可以作为一个出租。对。那么这个就是楼上的露台部分啊。其实这个小房间呢，有一个这样露台，这个生活起来特别舒服，对不对？对。今天请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温哥华建临危 house 有一些什么要点要把握的。临危 house 的要求呢，现在温哥华就是0.16的地块面积，可以做这个建筑面积大小。那么再加上40的 storage 的面积和40是40尺，40尺的啊，就是 storage 的面积，还有30尺的楼梯的面积。那么加上去就是总的面积，你可以建和主屋之间的距离呢，要保持在16尺以上。层高有什么规定吗？层高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了，但是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平顶和坡顶的高度不一样。OK，然后这个消防上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温哥华的因为都需要有消防喷淋系统，都要。还有刚才我们说过有个车位的要求。对，每一个后巷屋要配一个至少是室外的车位。是的。还有温哥华最大的那个允许后巷屋的面积是900尺，那么加上楼梯和储藏可以建到1000尺左右。对，那这样的话，Burnaby那边有可能建到1500尺，那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对 ，Burnaby 的那个 zoning 正在修改，还没有正式出来。那么前面的初稿是说最大的面积可以做到1500尺。那这个后巷屋，这个拿到 permit 的过程，是不是跟普通的我们建一个全新的 house 有什么区别呢？程序是一样的，但是审核的过程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这个项目好像是用了5个月拿到 permit，就是从你递交正式文件进去计起。比如说我们花费下来总的成本大概要在多少？通常的后巷屋，如果是个标准地，33尺宽的地呢，应该是35万附近。35万附近，全部都够了。那么也就是35万左右。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审批大概要8个月，然后建造工期大概建造工期是1年之内。1年之内要看里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如果没有这个改图啊，或者中间没有任何的更改啊，可能是会快一点。是。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后巷屋的这个排水方面啊，和普通的建一个全新的 house 有什么区别吗？后巷屋的排水系统是独立于主屋的，它的管子直接延伸到主屋前院的这个水井里面，污水管呢就直接按重力流直接排到这个城市的那个污水管里面。就相对来说它要简单一点，那么它的基础部分的那个drain tile 呢，
因为高度的原因，通常也可以直接排到那个城市的雨水管井里面去，所以就相对来说它会比主屋要容易一些，也没有泵的这个要求。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做后巷屋的目的就是为了出租嘛。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出租的回报率做到最大？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节省成本，然后呢，再一个把租金提高，无非就这2步，是吧？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我们从装修的部分如何把这个成本呢，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装修呢，我觉得我们最主要是说整个风格的确定，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选定一个风格之后呢，我们在好的材料中，我们选合适的可以替换的便宜的产品来替换，但整个大的风格、色调、材质，我们会保持原有我们需要的那个风格。对，就是说材料不一定很名贵，但是呢，做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对，还有就是每一个房子可能还是需要有1-2个亮点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很漂亮的那个岛island 啊，是，然后有1-2个很好的电器啊，这些都很重要。没错。还有一个空间感，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怎么让这个房间显得更明亮、更开阔，因为本身建筑面积小，但是怎么通过建筑的方式，用光线，用就是开门的形式啊，这来达到一个建筑空间的一个好的感觉。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露台，它实际上就是把室内空间的狭小，把它弥补了这个缺陷，对，然后延伸到室外去了，对不对？那我再想问一下，就像这样的这个后巷屋在温哥华，这是温东，这样能够出租到什么样的一个租金？它很方便，因为你停车就在边上，然后你还有自己这个小院子，可以和主屋 share。你这个很大的 sliding door 很开阔，很明亮。没错。那他屋主是希望能够租到3500以上的那个每个月的租金。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如果大家对这个建后巷屋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或者对这个房子的租赁感兴趣，想约个时间来看看，那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联系我们。对，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准备放在市场上面出租了。如果谁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的，那或者呢，大家可以加我的这个小红书，我可以发一些图片资料或者视频资料给你先睹为快，好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好，各位朋友，拜拜。为了方便和大家互动，我开通了小红书账号温哥华建房玩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一起探讨加拿大建筑设计、施工工艺和政策法规等话题。想了解加拿大建筑市场行情和商机的朋友也可以加入讨论。谢谢大家。